一所监狱里两极分化能有多严重？部分囚犯居住的地方是监狱长单独为他们建造的私人牢房，不仅环境舒适丰衣足食，还可以带老婆孩子一起生活，而其他犯人却活得不如狗，不仅需要依靠厨余垃圾为生，甚至连个遮风避雨的牢房都没有，所有人都只能在露天广场席地而眠。然而面对监狱长如此不公平的对待，全国媒体以及民众反而称赞他做得很对。可监狱长的这种行为明明就是在践踏人权，为什么还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呢？这所监狱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桃 K 档案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巴拉圭的塔坎布监狱，一探究竟。塔坎布监狱位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，是南美洲最大的贩毒路线之一，这里是贩毒集团以及暴力分子的聚集地，为了争夺毒品的控制权，他们经常会发生当街火拼、谋杀、抢夺等极端事件，因此塔坎布监狱里关押的基本都是一些极端的恐怖分子，总人数高达4000人，可以说他们就是整个巴拉圭最穷凶极恶的罪犯了。可由于政府资金匮乏，4000名囚犯就只有35名狱警进行看管，所以经常出现狱警被囚犯打死的情况。无奈之下，监狱就只能对他们采取不管不问的措施了。同时因为资金匮乏的问题，一间明明只能容纳800人的监狱，却生生接纳了4000多名犯人，这也就导致了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牢房。于是监狱为了扩大空间，干脆就直接拆除了牢房，让他们每个人都在露天的环境下自己找睡觉的地方，谁若是能有一个毯子作为床铺，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。而且监狱还不会采取任何的管理措施，所有犯人都是聚集在一片空地中自由活动，完全就是一种放养的状态。但别忘了，他们骨子里可都是流着暴力分子的血液，全部聚集在一起，不可能不发生摩擦，特别是这里的人，所以暴乱经常发生。可面对这种情况，狱警不仅不会阻止，反而会再度锁上一层铁门，让他们打完了以后再进去直接收尸。总之，监狱的理念就是任由他们折腾，反正这里也没有监控，打死一个少一个，这样监狱还能少提供一份餐食。毕竟监狱的资金有限，每天能够提供的餐食都是固定份额，所以根本无法让每一名囚犯都吃饱。若犯人不想挨饿，那就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了。渐渐的，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小社会也就因此形成，一些拳头不够硬的人下场很可能就是饿死。当然，在争抢食物中出现的伤亡情况就更不在少数了，适者生存成了这里的生存法则。难道弱者在这里就只能饿死吗？也不尽然，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人总会不自觉的返璞归真，什么尊严、骨气都不再那么重要了。于是有些人会选择出卖自己换取食物，而有些人则会依靠监狱倒掉的厨余垃圾维持生计。但捡垃圾这种活也会经常与人发生冲突，或者说是底层人类的挣扎吧。他们经常会因为一颗腐烂的瓜果大打出手，不过好在他们的拳头都不太硬，最多也就让对方受伤，很难造成对方的死亡。好在监狱长还不算丧心病狂，规定每天监狱提供的2顿餐食中，下午4点发放的食物不允许犯人之间进行抢夺，否则第二天全员都只提供1餐。正是因为这个规定，弱者才有了一定的存活空间。可监狱每一顿提供的食物很少，仅仅1餐根本不可能保证人体的消耗所需，久而久之还是会有很多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，然后由于抵抗力不足开始生病，最终还是走向了死亡。毕竟一间连食物都无法提供充足的监狱，想要他提供医疗服务，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。然而与这群犯人的穷苦相比，监狱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那里的人每天能够享受着大鱼大肉的待遇，而这个地方就是地馆。这里不仅有24小时热水，而且还有单独的床铺，每个房间都配有1台电视，一日3餐1顿不少，且顿顿都有大鱼大肉，非常丰盛。生活环境与外面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堂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会想，能住进地馆的人一定都是社会上的大佬，或者家财万贯的富豪？可事实并非如此，相反，地馆的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，没钱也没有地位。他们之所以会被分配进舒适的地馆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都拥有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，有会做饭的，有会木匠的，有会画画的，有会电脑编程的。总之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至少会一样能够合法挣钱的技术。监狱长将这批人聚集在一起，开设了一条商业街，并给他们提供工作所需的用品和场地。当他们赚取到了收入，监狱长将会进行一部分抽成。可监狱长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，因为他的抽成比例一般都在2成以下，属于非常合理的一个范围。他只是用得来的钱去维护其他监区的日常开销，毕竟这所监狱已经几乎被政府遗弃，只能依靠自给自足的方式维持下去。
而且监狱长将得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监狱上，甚至给那群暴徒们安排过心理咨询师，希望能够改变他们，结果失败了。所以他虽贵为监狱长，但其实并不富裕，就连这座地馆也是他找天主教会捐助才建成的，也没有钱去雇人管理，而是将地馆全权交由犯人们自行管理，而总负责人就是一名叫做维德加的犯人，他曾经也是一名毒贩，只不过他是为了赚钱给家人治病，这才逼不得已走上了这条路。他本身则是一名高学历的管理学人才，地馆在维德加的带领下，生意蒸蒸日上，有的囚犯来到这里以后反而找到了人生价值，不仅攒钱买了房，还娶了老婆，并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因为监狱是允许犯人带家属进入监区一起生活的，包括其他暴徒却也一样，只不过这些暴徒的老婆不敢进来，毕竟在监狱里，女人是比食物更稀有的存在。地馆与外面相比，完全就像是两个不同的社会，一边仿佛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，而一边则是文明有序的和谐社会。虽然目前来看地馆经营的已经非常成功，可监狱长并不满足，因为他明白外面那些暴徒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，根本原因就是穷，想要他们出去以后不再犯罪，只有在监狱服刑的时候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，以及教会他们一些出狱后能够赖以生存的技能才行，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，仅依靠地馆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，所以他必须得到政府的资助，而引起政府的注意就是第一步。监狱中有一名叫做理查德的犯人，江湖人称小黑豹，他本是一名出色的拳击手，在全南美都有不小的名气，却因为一时行差踏错沾染了毒品。可现在他非常后悔，拼命的在监狱中练拳，想要出狱后重返巅峰。于是监狱长动用各路人脉，为他争取到了一场可以在监狱中进行的拳王争霸赛，借用他的名气引起政府的关注，给囚犯们树立一个榜样。Y también usarlo como ejemplo para los demás internos. Y el tiempo que tenemos no nos da para darle muchas chances a uno. 比赛当天，理查德的眼神中流露出如猎豹一般的杀气。虽然他在染上毒品以后战斗力有所衰退，但经过监狱的洗礼，他的骨子里多出了一种名为坚毅的东西，这是他的重生之战，绝不能输。战场上他仿佛永远打不倒的钢铁战士，承受了多次重创也没有倒下，最终找准时机一招 KO 了对手，完成了惊天逆转，更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对决。这场比赛是全国转播，电视机前的全民们都看得热血沸腾，理查德如愿以偿的重回巅峰，回到大众的视野。同时监狱长也因为这场精彩的对决成功获得了政府的关注，并拿到了一部分资助。事后很多媒体都对监狱长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他正在做的是一件能够改变社会环境的伟大事业。而有些人却对监狱长的行为嗤之以鼻，认为那些暴徒们根本不值得为他们着想，因为就是他们导致的巴拉圭国家毒品泛滥，造成很多人家破人亡，现在这么帮助他们重返社会就是在助纣为虐。那么你对这件事又怎么看呢？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转发，关注黑桃 K， 带你玩转地球，探索世界。